大家好，我是不二酱。上集说到吕布干掉了对自己很好的老板丁原，用他的脑袋当见面礼投靠了董卓，就此变成一个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小人。见到吕布来投，董卓大喜，立马做出了一个违背吕布祖宗的决定，让吕布当了自己的干儿子。此刻的董卓并不知道，这是他一辈子做的最蠢的决定之一，因为他面前这个叫吕布的男人自带一个足以闪下100万个钛合金狗眼的坑爹光环。投靠董卓不久后，吕布就觉得有点不爽了，因为他发现董卓在让他当儿子这事上很痛快，可给他官位时却不怎么痛快了。董卓给吕布的官位是骑都尉，相当于中校，听着好像挺低，其实这跟董卓的用人方式有关。董卓用人方法很狡猾，就是自己人级别小但实权大，然后那些名士什么的给个高级官位但没实权。所以董卓部下里权力最大的，比如他的女婿牛辅，也就是个中郎将而已，相当于准将。所以吕布这个中校也不算太低，但吕布依然觉得不爽。俗话说女婿相当于半个儿子，半个儿子你都给了个准将，我吕布可是你的亲儿子，你怎么才给我个中校啊？有你这么当爹的吗？当然目前的吕布也仅仅是不太满意而已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吕布想要大喊一声，糟糕，认错爹了。上集结尾说到，董卓进入洛阳后，本来是跟袁绍的叔叔世家大族的领袖，自己过去的上级袁伟一起把持朝政的。然而董卓飘了，他看到军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，心想天无二日，地无二主，军队在手，天下我有，老子凭什么还跟你姓袁的分权啊？于是这货直接架空了袁伟，把军政大权都抓到了自己手里。很多人都觉得董卓被关东诸侯群起而攻之，是因为他废了汉少帝刘辩，另立了刘协。其实呢，这只是原因之一。事实上，废刘辩立刘协是得到袁伟认可的，这事儿是董卓和袁伟一起干的。我觉得吧，只要董卓肯继续跟袁伟合作，凭袁伟的威望还是有可能稳定住局势的。遗憾的是，董卓作为一个边地武人出身的军阀，实在是没什么政治头脑，他就觉得军队在老子手里，皇帝也是老子立的，谁敢不听我的？老子就架空袁伟，独揽大权，又能怎么地？结果很快董卓就遭到了关东联军的群殴。刹那间狼烟四起，一地鸡毛，汉末三国大闹事就此开始。董卓不明白的是，他手里有军队没错，但人家关东诸侯手里也有军队啊。他手里有皇帝没错，问题是人家可以不认这个皇帝啊。面对这一切，吕布就一个感觉，妈了，带不动啊。真实的吕布其实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。举个例子，董卓被杀后，吕布就非常明智地劝说王允赦免董卓余党，还建议把董卓的财物分给大臣和武将，以笼络人心。在吕布看来，如果他在董卓的位置上，肯定不会把局面搞成这样。本来以为你董卓是真大呢，没想到就是个认不清局势的暴发户，真让人失望啊。然而失望归失望，既然联军杀来了，仗还是要打的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吕布手持方天画戟，立于虎牢关前，霸气侧漏，无人能敌。最后还是刘关张三兄弟一起上，才勉强搞定吕布。然而真实历史上，吕布在联军讨伐董卓之战时的表现，只能用让人笑掉大牙来形容。大多数人对讨伐董卓的印象都是《三国演义》中温酒斩华雄、项燕战吕布这些名场面。然而历史上的讨伐董卓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。真实的情况是，联军虽然人数众多，但大多数都是新兵蛋子，战斗力实在拉胯。结果就是前2次战斗全都是联军惨败，被董卓军按在地上疯狂摩擦，连曹操本人都差点死在董卓军手上。这时候联军手上最后的王牌就是袁术了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历史上真正讨伐董卓之战时起了决定作用的人就是袁术。提到袁术，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一个狂妄的小丑，我才是皇帝。其实袁术也有他的高光时刻。在讨伐董卓期间，袁绍等人想要另立刘虞为帝，写信寻求袁术的支持。袁术只是冷冷地说道，我一片赤心，只想消灭董卓，根本不考虑其他事情。当时名将孙坚是袁术的部下，袁术把军队交给孙坚，让他去打董卓。这是联军中唯一一支战斗力还算不错的军队，也是董卓面对的最大威胁。
然而就是这支军队依然被董卓军一战就给打崩了。孙坚狼狈到只带着几十个人落荒而逃。打崩孙坚的那个男人叫徐荣，之前打崩曹操的也是他。徐荣能赢得这么漂亮，主要原因还是董卓军的战斗力比联军强太多，但徐荣本人的能力也不能忽视，确实还是很强的。眼看联军连败3场，董卓这时候只想大喊一声优势在我，然而很快他就喊不出来了，因为吕布要开始坑爹了。孙坚不愧是名字里带坚字的人，战败后他没有放弃，而是从容收拢散兵，又聚集起了一支数千的队伍，然后快速进入占阳人。董卓知道以后，立刻派出5000军队去围攻孙坚。董卓任命的主帅是大都护胡轸，而吕布只是胡轸的下级。胡轸是什么玩意？没听过对吧？没听过就对了，这货没啥能力，人品也垃圾。他会被重用，唯一的原因是他是豪强大族出身。在胡轸看来，用5000精锐去收拾孙坚几千残兵败将，这简直就是白送了。心里一高兴，嘴上就没个把门的。胡轸得意洋洋地说：“你们都给我小心点，要是让我发现部队纪律不好，我就要斩杀一个亲授。亲授指的是比2000担以上，这2000担以下的官员的官印上的丝带。吕布的骑都尉正好就是比2000担，所以他官印上也有亲授。这一下吕布彻底怒了。本来吕布就觉得他能力强，又是董卓亲儿子，明显就应该当主将，结果不但当不了主将，还得被人威胁，甚至真有可能会被杀掉。而这一切只是因为吕布是草根，出身远不如胡轸，哪怕出卖了灵魂，杀了老板，认了爹，到头来还是要被能力远不如他却比他出身高贵的人压一头，肆意羞辱。这一刻，吕布积压内心深处的不满和失望，转化为深深的怨恨和绝望。胡轸，你不是狂吗？整死你！爹，你不是不重用我吗？坑死你！我爽后哪管他洪水滔天！哼！胡轸率军队一路狂奔到广城，这时候离阳人还有几十里，天色却已经很晚了。按董卓的意思，军队应该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再继续走，这样正好可以在天亮时到达阳人，趁着孙坚刷牙吃早点的时候疯狂攻城，一口气拿下。然而吕布却拉上几个同样不满胡轸的将领，装作非常着急的样子，对胡轸说：“哎呀，胡哥，咱可不能气啊！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得到消息，孙坚这小子已经跑了，咱们再不赶紧追，连他的影子都看不到了。”胡轸一听，想都没想，直接就信了。毕竟联军之前3战3败嘛，就这帮废物，听到我们天下无敌的董卓军要来，撒腿就跑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于是胡轸大吼道：“都他妈给我起来，继续追！”没办法，小兵们只能一边心里问候胡轸祖宗18代，一边拖着疲惫的身躯继续赶路。等到董卓军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阳人，只见孙坚守备森严，无懈可击。本来小兵们心里想着，反正是来捡便宜的，累点就累点呗。结果到了以后，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，全军士气顿时就跟开了闸的水坝一样，一泻千里。胡轸没办法，只好下令全军就地休息。没想到吕布的表演又开始了，这一次才是真正的高潮。小兵们刚躺下没多久，就感到有人在推自己，睁眼一看，只见一个大汉躺在自己身边，正用惊恐的眼光盯着自己。小兵心里一惊，卧槽，这是什么剧情？只见那个大汉突然喊道：“不好了，孙坚来夜袭了，快跑啊！”这样的大汉不止一个，他们都是吕布派出的，目的就是散播谣言，让董卓军崩溃。很快，恐惧就在全军中蔓延开来，混乱之中，没有人还能理性思考。董卓军纷纷丢盔弃甲，光着身子四散逃跑，5000人的军队一仗没打，就这么崩溃了。孙坚看着城外乱成一团，急忙带着军队出城，映入眼帘的就是董卓军乱成一团，集体裸奔的奇妙场景。这难道是在搞行为艺术？算了，我管你搞什么呢，全军出击！就这样，胡轸被打得屁滚尿流，都督华雄也被当场砍死，孙坚几乎是白捡了一场大胜利。什么叫最佳第6人啊？吕布当之无愧。
胜利之后，孙坚一扫之前战败的阴影，全军士气高涨，顺势向洛阳挺进。得到战败的消息，董卓整个人都懵逼了，这他妈怎么回事？到底是陨石砸地了，还是孙坚变异了？没办法，老子自己上。结果依然是挡不住孙坚，大败而回。董卓慌了，这是孙坚还是孙悟空？不行，我得赶紧躲躲。那谁，吕布，你替我挡着他。董卓跑了，让吕布断后。吕布表示，拜托，我不是来帮忙的，是来坑爹的。结果显而易见，吕布也战败逃跑了。至于是不是故意的，那就不知道喽。连战连胜后，孙坚进入洛阳，在城内一口井里找到了传说级别的宝物传国玉玺。就在孙坚准备乘胜继续进军之时，联军内部却开始撕逼了。袁绍居然趁着孙坚在外，派人去打袁术。袁术没办法，只能把孙坚召回了。董卓总算逃过了一劫。虽然联军最终没能打倒董卓，但董卓也认识到自己一辈子是没有可能统一天下了，唯一能做的估计就是在长安当宅男憋到死了。想到这，董卓不由得心灰意冷，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。然而董卓不知道的是，他连宅男都当不了，因为吕布的坑爹之旅不但没有结束，还会升级为最终形态灭霸。 6 stones I could simply snap my fingers. They would all cease to exist. I call that mercy. 感谢观看本视频的朋友们，下一期我们来说说历史上真实的吕布灭霸。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们就给个关注和3连吧，大家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，拜拜啦！